该来的总会来。幕后资助苏贞昌的台独远东集团被大陆处罚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超。在中国大陆日前公布台独顽固分子名单之后，关于处罚措施如何落实、何时落实、惩处对台独分子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这恐怕是两岸共同关注的焦点。该来的总会来。中国大陆日前发布公报，表示上海、江苏、江西、湖北、四川等5省市有关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，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行为。那么依据国家法律法规，对涉事企业采取了罚款、追缴税款、限期整改等措施，并收回该企业闲置建设的用地。远东集团涉事企业承认存在着违法违规的事实，已交纳或正在按程序交纳罚款和税款。如果我们细品，那么这是中国大陆5省市联动的执法行为，而目标就是为了依法收拾台湾远东集团。台湾企业来大陆做生意，我们欢迎，但是违法乱纪不行，更不能在大陆挣完钱，然后拿着这些资金去资助民进党和顽固的台独分子。如果说大陆要杀鸡儆猴，台湾远东集团绝对是一个合适的鸡。台媒公开的资料显示，远东集团一直是民进党政治现金的主要提供者，还重点赞助了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。2016年第一次参选就拿到了2039.8万元新台币的捐款，其中有19家公司赞助，包括远东集团200万、运泰集团100万。以2016年所谓的台湾立委选举为例，前5大金主排名第一的就是远东集团。2022年，远东集团再次蝉联政治现金榜首。该公司的董事长徐旭东透过旗下的20家公司捐献了6000多万元给40多位候选人，其中25位当选。国民党只有11人得到了远东集团的赞助，剩下的几乎全是民进党。过去大陆没有相关的法律，这些企业因为要与民进党当局打交道，为了办事方便，只能选择捐款。现在既然大陆要终身追究苏贞昌的刑事责任，那么所有在大陆赚钱的台商就要面临一个选项了，除非你不想在大陆做生意。台湾的媒体人说，民进党人士私下里是叫苦连天的，因为大陆的制裁将导致苏贞昌无法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，还会导致民进党多位立法委员和县市长得到的政治现金会大幅减少。台湾所谓的民主本质上就是资本政治，必须有钱才能打广告，才有可能当选。由于台湾社会的选择本身就存在着残酷的竞争机制，中国大陆甚至不需要自己调查民进党的相关人士的竞争者，就有可能进行举报。而台湾有 73.42% 的上市公司都在大陆有生意，这些企业为了避免风险，就会在捐款方面要考量了。那么剩下的 26% 的公司，如果未来想来大陆发展，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可以说，中国大陆依法惩罚台湾远东集团可能只是个开始，我们相应的措施还会全面落实。想在大陆发财，就不能支持台独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未来台独分子就要想想出路了，恐怕再叫唤玩抗中牌就会碰得头破血流。当然，我们公布处罚措施，远东集团就表示认罚，这也说明双方有默契。远东集团在台湾给台独分子上香，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那么这样，远东集团回到台湾就有了不再给民进党捐钱的理由了。那么通过这件事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目前中国大陆加大了对台独分子的打压力度，这个力度达到一定程度，那么距离两岸统一也就不会远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